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又得到官方肯定了，配角仅10分钟，赵丽颖凭啥霸榜腾讯季军？10分钟能干嘛？热个速冻水饺都嫌紧张，但赵丽颖愣是用这点时间，把6月电影榜单搅成了一锅热粥。腾讯娱乐榜单往那一摆，希林这个角色直接空降6月电影女性角色热度季军。看榜单那一刻，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这女演员牛，而是谁在电影院里差点把爆米花都喷出来。那天朋友圈全在刷10分钟戏份就能杀进前3，赵丽颖是带了外挂吗？有点像世界杯补时绝杀，不在场上跑满全场，进球那一下就能定江山。你说娱乐圈不讲究出场时间吗？当然讲究的不行，但这次偏偏就是这么离谱，人家戏份都还没捂热，热度已经冲天了。数据不是嘴炮。腾讯娱乐榜单的女性角色热度那栏，希林的名字排在第3，前面站着的全是戏份拉满的重头戏。社交平台上，网友讨论的飞起，她到底演了啥，能让3家官媒同天喊话？你要是问我，央视网文娱、CCTV 电视剧、腾讯娱乐这仨媒体一起发声，这排场不比春晚还热闹？娱乐圈这种集体盖章，平时哪轮得到你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插话？说到希林，细节拉满，电影酱园弄悬案里，他那场法庭戏像把刀子在空气里划了一道豁口，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爆发，就是台词一句句的砸，有点像张继科发球，每一下都带着脾气。观众形容他是用语言做武器的斗士，我觉得太对位了。别说官媒，现场观众都没缓过劲。可这种高光时刻，娱乐圈真的多吗？赵丽颖这几年翻身，纯靠自己死磕。想当年薛珊珊一脸无辜地冲着镜头傻笑，谁信她能演商界枭雄许半夏？再后来像《杨花》里的高月香，《囚室》里的绝望和倔强，压根看不出跟早年那个国民甜妹有半点影子。说好的巨抛脸，人家真是每一部剧都把过去彻底丢掉，观众心里还没缓过气，她已经成了另一个人。其实这事跟体育圈也很像，想想国足那些替补逆袭的瞬间，5分钟进球，直接改写全场气氛。赵丽颖这10分钟和足球场上的绝杀球一样，来的时候你都没反应过来。你说是运气吗？不全是。专业点讲，演技从来不是靠时间积累，关键是能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炸出火花。有意思的是，官媒集体点赞这事儿，舆论场真热闹。有人眼红，说这热度是不是资本运作？也有人笑话，10分钟戏份都能捧上天，这圈子是不是太好混？说到底，娱乐圈和体育圈一样，流量和实力永远在拉锯。你看体坛最近的热搜，邹敬园靠一套动作拿金牌，评论区全是天才少年一夜成名。可真要细抠，10分钟的表演背后，都是人家成百上千小时的积累。赵丽颖的10分钟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灵感闪现，聊聊她背后的路，才是真正的门道。她之前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明兰，能火到高铁追剧清单里，靠的就是把角色活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央视镜头宠她，不是随便的事儿。她的成长史不是直线型的，一路跌跌撞撞，才有了今天的戏份虽短，火花四射。娱乐圈最怕的就是标签贴死。赵丽颖不爱听甜妹这仨字，每次都用新角色把旧标签撕烂。有一说一，娱乐圈这些年风向变快的让人头秃。前2年还在吹流量、刷热搜，现在谁还看这些？观众更愿意为演技买单。谁能想到，
戏份最少的演员，能让官媒和观众一起沸腾。这场面就像 NBA 总决赛里板凳席上的老将上场，3分球直接绝杀，主力球员脸都绿了，评论区早炸锅了。有粉丝哭喊我们赢宝就是牛，也有路人冷嘲热讽这资源给谁都能火。但说到底，赵丽颖的10分钟不只是个流量密码，还是一场对娱乐圈旧秩序的挑战。戏份短，角色分量重，这才是真正的演员战场。你说戏份长短重要吗？也许有人觉得重要，但观众记住的是那一刻的震撼，不是片尾字幕上的分钟数。说到这里，我也蛮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娱乐圈到底该看谁的脸色？是官媒认证，还是观众真心？戏份短就该被质疑，还是角色够狠才算数？留言聊聊，别光当个键盘旁观者。下次谁要跟我说10分钟算什么，我的提醒一句，有些人10年都等不到自己的那10分钟。赵丽颖这次直接把自己的10分钟活成了6月娱乐圈最有话题的段子。2. 赵丽颖扇耳光引热议，孙俪蒋欣争辉，演技对决令人惊叹。电视里她一生扇脸的戏可是演员技术的真金牌啊！有的人打那么一下，尴尬得像被蚊子咬了；有的人打得狠，简直让人觉得自己在演戏。赵丽颖、孙俪和蒋欣这3位大牌女演员，居然凭借这么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动作，演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表演风格。赵丽颖的疯劲儿，在5月28号上线的悬疑剧《在人间》中，有一幕扇巴掌的精彩场景，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的讨论热潮。赵丽颖扮演的贾小朵和张一山演的王阳可真是上演了一场拔毛大战，看得人热血沸腾啊！他突然来个加戏，他的一声补上第2掌，那句多一个就算利息瞬间把弹幕点着了，简直火力全开。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他苦练了好几回，脸被抽得啪啪响，膝盖都跟地板亲密接触到出血了。拍完劲爆后，张一山哈皮地说：“这是给我过生日的礼物。”当网友笑称她是娱乐圈的小公主时，谁知道这背后其实是她毅然踏上了多重人格的狂欢之旅。在人间里，赵丽颖变成了个多重性格的角色，演的那叫一个疯魔，让网友们感叹真是让人脑壳痛。这位从粉发叛逆少女摇身一变成了阴郁复仇者，竟在悬疑的漩涡中把扇耳光变成了角色灵魂的激烈碰撞，这番颠覆性的演出可不是随便来的。一说到赵丽颖的掌中宝，最火的就是《幸福到万家》里，她大怒把妹妹和幸运打得飞起的那一幕。这段戏里，赵丽颖演的和幸福得知她妹妹为何要给秀玉签保密协议，心里憋了很久的火一下子蹭蹭地冒出来，抬手就给了一巴掌。这真实的碰撞感把观众撕扯得心痒难耐，大家在弹幕里直喊：“这一巴掌扇得痛快啊！”从细节上看，赵丽颖和张可盈演和幸运真的是拼了一把。另外，在《向阳花》里，赵丽颖一出场就让那个敢跟她叫板的狱友吃了一嘴巴子的亏。在《知否》这部剧里，明兰憋了一肚子火，结果给了朱曼娘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她对顾廷烨开了个玩笑。从《知否》中扇人那会儿的小青涩，到《幸福到万家》在人间中扇耳光时的得心应手，赵丽颖的巴掌游戏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她对演技小细节的疯狂追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打人的控制力道，但心情的放飞，最难的是让对方既感到痛又没受伤。”这份对演出的崇敬之情，致使她每一次的啪啪声都成了角色内心的吐槽，而不只是眼球上的一阵风景。如果赵丽颖的手掌像个温柔的绒毛球，那孙俪的手掌就像是个铁拳，啪一下让你心疼。演员在不同的时刻就得找合适的角色来演，这句话用在孙俪身上，那真是再合适了。
前阵子火到不行的蛮好的人生里，孙俪居然给自己来了个神奇的掌声秀。丁志远憋屈的想骂人，胡曼里狠狠给自己来了几巴掌，然后拉着儿子就溜了。他用一系列夸张的动作，把那个角色心里那些复杂的想法切得稀巴烂，真是厉害。在《甄嬛传》里，孙俪的扇耳光那场戏，简直是教大家怎么打人的最佳案例。当甄嬛晓得安陵容搞鬼让眉庄提前生娃后，甄嬛一巴掌扇过去，不算使劲，但那感觉就像被冰块扎了一样刺骨。她的动作可没有什么大刀阔斧，就是那紧绷的下巴和像冰水潭那样冷的眼神，打个巴掌就好像把屏幕都震得发软。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孙俪演的周莹和陈晓演的沈星一上演了一场互相啪啪打脸的搞笑场景。为了追求真格的，陈晓硬是叫孙俪动手，结果孙俪一下给他来了45个响亮的耳光，把自己都打懵了。这场戏里，孙俪的手掌不光是在发泄情绪，还是角色关系大翻盘的关键周莹从一个任人欺负的小姑娘，慢慢变成了能把局势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女强人，每一次的响亮耳光都是她心灵大变革的体现。这种体验派的玩意儿让她演得跟切菜似的精准，但有时候也被人说成是太像演戏了。03，蒋欣的表现真是炸裂，她在《欢乐颂2》里那段给曲连杰扇巴掌的戏，简直让人记忆犹新。当曲连杰想对樊胜美下手的时候，蒋欣演的樊胜美立马变身华妃，一抬手就来了个啪啪啪。她的眼神就像在说别碰我，既带着点瞧不起又有点怒气。这一巴掌拍得真是漂亮，不只是角色的傲气被打出来了，观众们也见证了蒋欣那惊人的情绪炸裂。这段剧情被网友戏称为见人就是矫情的姐妹篇，可见蒋欣对于这种女强人角色真是拿捏得死死的。在《小舍得》里，蒋欣演的田雨岚想帮儿子抢补课机会，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还给自己来了一记耳光，哭的那叫一个惨。这场表演里，蒋欣的手掌不是用来打别人，而是给自己带来罚款。她一巴掌扇上去，直接把田雨岚的烦躁、无奈和那股不服气通通抖出来了。蒋欣说这场戏一气呵成，她在演的时候还狠拍了自己好几巴掌，真是为了表演拼了命，真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蒋欣的巴掌戏简直就是情绪过山车，她那脸跟手一同演绎，把角色心里的小秘密放得超大，像是在搞新闻发布会。尤其是在《甄嬛传》里，曹贵人陈思思演的因为叛变去了甄嬛那边，华妃气得火冒三丈，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冷冷一笑讽刺道：“你这小算盘，还敢在我面前耍花样？”这出戏被网友戏称为华妃的经典时刻。她总是在被打的戏里，眼泪像是喝了慢半拍的白开水，总要等一会儿才冒出来。先把身子动起来，再让情感跟上，这种忍耐后的大爆发更能打动人心。无论是《甄嬛传》里的那个女王炸，还是《欢乐颂》中樊胜美的耐心，她一巴掌就能让观众体会到角色的复杂多样。这回蒋欣在《小巷人家》里演的宋莹，给她争取了白玉兰最佳女配的提名，真希望能搞个好结果。赵丽颖的演绎细腻得像绣花，孙俪的气场强劲得像台风，蒋欣的爆发力犹如火山爆发。这场戏简直是把演技照得透亮的不能再亮，观众能通过那股风劲感受到角色的奋力拼搏，演员脸上泛起的红晕则让人读出他们的真心实意。可能这就叫表演的魔力，一掌拍下去，马虎跟认真，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说，下一个抢镜的会不会是你苦等了半年的那位？